点啊！说，这些都是唐啸的银子。是，验过了，足色足两，数量也够。不对，停！打开！不对，赌方流水皆为碎银才对。官定如何收的？说，东家掌柜的，我们让官府给围了。就是说，快走，去找云香。那你呢？走。说，走。哟，王捕头，别来无恙啊！今儿怎么有空带着兄弟们到我这广汇庄来了？来，里屋喝杯茶。莫不凡，你案发了。不，你别吓唬我，按什么发呢？我厨房的案办倒是被水爆发了。南都府衙门昨夜丢失库银10万两，今日一早便有人出手告发你，眼下这人赃并获，看如何抵赖。原来是这把戏。说什么呢？冤枉！我说我冤枉啊！冤枉好说，到府衙大堂再喊。来，将犯手拿下。知府大人，那银子是唐啸冲抵我广汇庄的欠款，他这是栽赃陷害我呀！人赃并获，还想贪污他人，放肆！拿下！是。大人，你这是要屈打成招啊！动辄40棍，着实打！这莫不凡隐藏极深，始终一副无利不起早的奸商嘴脸。之前与文聪也并无多少往来，直到公子香入城才逐渐浮出水面。但少主以通天手段盗取库银，又巧施妙计栽赃给莫不凡。这次他定是回天乏术了。只是给云台个下马威，让他们收敛收敛。回天乏术。叶舵主如此捧我，是想打发我早日离开南都吧？属下不敢。少主，有人潜入唐府地窖，抢在官兵之前，带走了唐啸和那几名婢女的尸体。何人所为？叶舵主问话，为何不答？回少主，看庄属与昨日监视唐府的，应是一伙人。少主命你看守唐府，你却任其所为。公子香若知道唐啸已死，定会看出蹊跷。废物！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这些年叶舵主在南都苦心经营，你这是存心害他暴露身份，又指责。叶舵主不必太过忧心，我的人惹的麻烦，我自会替你处理。总之，绝对不会让你在南宫先生面前难看。走。还疼吗？不疼。
说谎，委屈你了。眼下还不能和南宫放的人翻脸，得给他个台阶下下。月无知道，能替少主分忧，是月无此生的荣幸。没办法，这好好的钱庄说封就封了。你没听说这里面是贼窝，一帮京洋大盗。不能吧？他家开了10几年，看着是正经生意。无商不奸，这你哪能看得出来？他们抢了南都府库，这回可是人赃俱获。是吗？热乎的包子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我正要去找你，一走就是1天1夜也不说一声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广汇庄出事了，康桥在等你。那些银子是先送到这里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不大对劲，便将他们轰走了。哎，云兄，你可算……你说，莫爷是私事被捕，你是申时来到连生坊，中间2个时辰你去了哪里？莫爷本让我速来找你，但我断定当务之急是要拿下唐啸，所以带人去了唐府。明智。唐啸死了，死在唐府地窖，被乱刀分尸，死相凄惨。身旁还有几具女尸，均死于颈部刀伤，从伤口看像是自刎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处置了尸首。都带走了。好，这便有了回旋的余地。莫爷他肯定会为自己申辩，说被唐啸栽赃。按照律法，唐啸一定要出现在公堂，与莫爷对证，官府才可以定罪。如果让官府先一步找到唐啸的尸首，那么多半他们会认为莫爷是想杀人灭口。盗窃府库绝非寻常案件，这南都知府邵一恒又是人尽皆知的赃官，他很有可能为保乌纱帽，即便找不到唐啸，也会罗织出证据，让莫爷顶罪。先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对策。你何时才能想出对策？莫爷正在狱中受难，不像你我这般悠闲。公子香，唐啸背后是谁，你再清楚不过了。招惹唐啸的是你，身陷牢狱的却是我家莫爷。我若想不到对策，你当如何？废话，我不想再多说一句，我这就回去集结影子。你若再无对策，明日天亮前我必动手。康桥，你若与官府为敌，就是坏了门规。你这种人，还和我谈门规？都别在这等着了，先去做事。他出来自会告知我们。可我从未见过云兄如此模样，怕是莫爷那边出大事了。云香，唐啸死了。云东家，云东家，这
到底怎么了？盗银栽赃之事不至于让你如此郁愤。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梦？你不断努力的要睁开眼睛，你以为自己醒过来了，可后来发现自己还是身处一片黑暗之中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很少做梦，可想听你说说。我看得见真相，我看见它离我很近很近，很清晰。我伸出手，抓住它，把它攥在手心里。我要知道一个答案，我要知道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要么是，要么不是。答案应该只有一个才对。然后我松开手。是空的。是不是血洗罗家庄的真凶找到了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这边杀了他，替你报仇。如果是，只能说明我愚蠢至极，竟然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凶是我们身边的人？云香，现在不是你该醉的时候。是苏家，你准备去对付苏明玉了吗？那个时候他才多大？当务之急是先救莫言。你让我安静的自己待会儿，我没事。亚楠，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。舒姑娘，等一下，暂且不要让客人去后院，你们也是，不要打扰云东家。是。
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少主想要见你。3年了，未曾收到你一封书信。昨日江边一见，连个好脸色都没有。我是来给你带句话。阿娘近日一直提及，念着你在外边过得如何，可她老人家哪里想得到，宝贝女儿早习惯了新身份，怕是连自己姓寇都忘了。不是吗，我的好姐姐？你可真的想好了？是。你别烦心了，云东家现在也在为莫老板的事情忧心呢，也无暇顾及其他的，他怎么会迁怒于你呢？你是不知道，他那种冷，真让我不寒而栗。你与其自己在这里瞎猜，不如直接去问他，还少了许多误会。舒姑娘还说去问问，不也是一去不复返吗？我可不去添麻烦去。哎呀，别喝了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姐姐，阿姐，我来是给柯姑娘送礼物的，打开吧。姐，这是阿爹给阿娘的那对羊脂玉镯。正是。现在，这是给柯姑娘的聘礼。这是苏家的传家宝，姐姐，孟兰有姐姐和明玉的厚爱，已经足矣。这聘礼我不能收。别说傻话，收了这聘礼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的媳妇儿。谢谢阿姐。不急着谢我，柯姑娘聪慧识大体，我早就看在眼里。经过上次那番事情，明月的确是有了些长进，但是在商场上血雨腥风，所以今后苏家还要仰仗你。苏家有姐姐在，明玉现在也愈发有担当，姐姐不必担忧。是啊，阿姐，我最近也颇有心得，日后肯定在你身边好好学习，一定突飞猛进。这个给你。没有什么比在商场上摸爬滚打长进更快的。阿姐，这好端端的，干嘛把会长之位给我？这我如何做得好啊？阿姐也不是一来什么都会做的，放心，我已经帮你寻好了老师。带我去见公子香吧。洛公子，苏会长不像是要负荆请罪的样子。请不请罪，不是重点，
我为公子准备了2份厚礼。姐，云兄，你们这说什么呢？你听着便是。有一桩陈年往事，我本打算永远封存，因为此事一旦见光，我们苏家的仇人就不止云台一个。愿闻其详。天庆24年2月初1，先父见了一名不明来历的客人。先生之计为时高明，可老朽岂敢随意散播朝廷开海禁的谣言？且不说这是灭族抄家之重罪，就凭我手上没半点真凭实据，那文聪断不会轻易上当。谁说没有真凭实据？关于是否开海运，近些年来一直是朝廷上下讨论之重心。你手上拿的便是上个月朝堂之上近100位官员的请愿书。当时我年纪尚小，未有兴致再听。根据后行的事情发展，我猜家父正是因为误信了请愿书。后来的事，就如公子所料，商户们得知要开海禁定会掀起风波，后面就出现了买地的风潮。当然了，利欲熏心的文聪一定不会错误。可是当后来北都的辟谣文书下达，文聪已元气大伤，无力回天，所以公子此次推演出8成，却一直不知先父如何散布开海之谣言。刚才那段过往，也算是因果明了了。你说的故事很精彩，不过即便加上这一段，也无法证明当年骆家庄血案不是令尊所为。云兄，我父亲怎么会与骆家庄有关？你也知道骆家庄的事，知道多少？公子香，你答应过我。苏会长放心，你无需插言。之前听你推演，若我说对家父没有半点怀疑，实属假话。商人重利，难免利欲熏心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和明玉毫不知情。如若此事真是家父所为，那公子意欲何为呢？父债子偿，难说。我今日只身而来，方是笃定你是个明事理之人，钱荣的身手你也略知一二。如若官家知道御风仓之火是由公子而起，你想全身而退，亦是难事。你威胁我，是又如何？你此次为报私仇而来，已违背门规，云台绝不会插手此事。姐，云兄，此事定有误会，何至于此？误会是解不开当下的死结。确实如此。但是，我带了2份厚礼，也许公子会较有兴致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厚礼，可以让当年骆家庄313名冤魂复生。事已至此，希望公子还看眼下。如我所料，公子虽有万千巧思，但是对官家却无计可施。我的第1份礼物便是帮公子解救广汇庄的莫老板。好啊。苏会长，
你可否帮此忙？姐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当不得真。方才事情推演，你已听明十有八九。你去找钱叔，他会告诉你如何将莫老板从大牢里救出来。你犹豫什么？还自诩习武之人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不是，马上去。云生，虽我不知为何有这般局面，但毕竟她是我姐，请你别对她。你放心。苏会长的第二份大礼，就是让苏明玉当商会会长。正是。骆家庄惨案发生在浙东购地风波期间，我苏家难辞其咎。你想要的真相，我无法给你，所以只有将我全部家产赔付于你，希望公子可以满意。我已将苏家所有家产过到明玉名下，还有商会的手续刚刚办完，明玉待我持会长一职，可是他年纪尚幼，无法服众，身边还需有人辅佐，因此苏家的人脉、钱财都将为你所用。当然，如若你想取而代之，也是未尝不可。诚意十足。不过我收与不收，还差最后一问。恐怕我们两个都不想听到那个名字，便是凌渊。公子，偏远宁静如骆家庄，怎么会与凌渊有所瓜葛？能说的我都说尽了。的确，于情于理，先父的嫌疑是最大，但是过往之事难以追查，真相未必如你所想。如今我苏家的命脉都在公子之手，为何不能暂且放下，去寻寻其他的可能？苏小姐，你行事为人这般智慧雄静，云某佩服。下去吧。是。少主，菜齐了。姐，这龙井虾仁儿，号称难度一绝，尝尝。2个人，12道菜。姐姐嫌不够啊，我们再上。有无？是，站住！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姐姐一走3年，难得相见，
弟弟想好好招待你，何错之有啊？我是想问，你究竟为何而来？突然出现在南都，究竟想做什么？这话可就有意思了。半个月前，有人传来消息，说这南都城又来了云台之人，还闹得天翻地覆。此事呢，我自然是恨那南宫放坐视不管，毫无作为。可让我称奇的是，公子香身边那女子，竟神似我凌渊大小姐。姐姐，你接近那公子香，是为了我门中利益吧？我与公子香同盟，自然是为了遏制南宫放的势力扩张。这话说得对，这南宫放啊，是越发放肆，就连他的鹰犬，南都的舵主叶萧，都敢对我阳奉阴违。若真让他们一步一步立稳根基，保不准我凌渊真有易主。所以你盗窃府库，看似帮叶萧对付云台，实则扰乱南都，为打乱南宫放的部署。高明吧？愚不可及。南宫放何等人？我寇家本来就与他相互之后，悬殊一线间。你这样做，无非是向他宣战。他若有所异动，凌渊必有内乱。可少主此举，亦是替门中着想。闭嘴！姐姐离家3年，一人游历四方。临走时曾说定会找到制衡南宫放之良策。你觉得我蠢？莫非你所谓的良策，便是那弱不禁风的公子香？当然了，我也听说他有些手段。只是我想提醒你，南宫放是我们的敌人，云台更是。不如就让我留在南都辅佐你，待那公子香完成使命，我再替你杀了他，你看可好？与官府打交道，不容出半点错。荣叔教你的话一定要记得。阿姐放心，我都记着呢。当真要走了？行李已经在车上，此刻出发，天黑前就可以出城。今日就要走？你不管我了？你看你又孩子气。我知阿姐一向做事落子无悔，果断利落。可这回能不能再缓缓？这次换阿姐任性一回，云游四海。你我血脉相承，你喜爱江湖，阿姐又何曾不喜爱？这次阿姐可以走出去，看看山河。知道了，姐。柯姑娘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苏家的女主人了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打点苏家上上下下是很辛苦的。把明玉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别惯着他。姐姐，你要常回来。如果在外面待的，心里不安，早点回来。我心安处皆吾乡。也许有朝一日，阿姐会回来。也许。阿姐将永不回来。可是无论阿姐在何处，你们永远在阿姐心里。小姐，该走了，要不出不了城了。先说。
一定护阿姐周全，自己也照顾好自己。从小你就喜欢看夕阳，爱背李义山的诗。我现在喜欢日落后的宁静。如今已有苏家相助，必定会有转机，你别着急啊。我等不了了，我也被这盗窃官银这弥天大案，府衙岂会轻易放他？他们最擅长屈打成招，应对莫言用了刑。他非习武之人，如何受得了？这本衙役再巡一圈，便会换岗，时机正好。好，吩咐下去，依计行事。哎，等。康桥只有莫言。哎，康桥，且听我3句，3句过后，若是你还是执意要去劫狱的话，我绝无阻拦。其一，我跟你莫言，绝非恪守门规之人，但是我们皆有底线。冲撞官府，绝非明智之举，只会为门中所不容。其二，你们打算就这么杀进去，根本无从掩藏吗？如此一来，只会给门中招致无尽祸患。其三，这广惠庄可是你莫言大半辈子的心血，若是因为你的一时冲动，让他半生心血毁于一旦，你眼睁睁看着他后半辈子穷困潦倒度日，即使莫言不怪你，你自己原谅得了你自己吗？丢了广惠庄总比丢了性命好。我只要莫言活着。还需早做决断，衙役换岗后再没好时机了。罢了，再等1日。但愿苏家有所作为。话说7分再留3分软，话说7分再留3分软，话说7分再留3分软，话说7分再留3分软。苏公子，许师爷，冒犯了，如今该称苏会长才是。我这冒昧登门，想尽快禀告邵大人会长更换之事，这确实是来得早了些，还请许师爷见谅。大人已醒，苏会长，里边请。哎，请。邵大人日理万机，醒来便在此批复公文。若非苏会长您这般贵客，大人是断不会接见的。那也得感谢师爷，还是帮我禀报的。不过有一事须得提醒苏会长。师爷不妨直言，苏某洗耳恭听。那莫不凡盗窃银库，拒不认罪，令大人义愤难平，怒不可遏。苏会长切记，万不得提起此人此事。好。大人，
苏会长到，进来吧。苏会长，请。多谢。小民拜见大人。苏会长，先一旁落座。多谢大人。亚楠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回来便好，我先去歇息。哎，你在等我啊？正好，陪我坐会儿。你去哪儿了？又是一夜。拦着康桥劫狱。如果真冲撞了府衙，莫爷这一次必定是性命堪忧。你呢？昨日也是一去不回。我从连胜坊出去，就去找了康桥，想着若是能让他按兵不动，你便能多些时间想出对策。但待到丑事都未寻见他，等我回来，孟兰说你已经出去了。这晚上10几种，你干嘛非要在外面等我？只是想安静的时候，能跟你多待一会儿。我也是，满身疲惫，还好有你。这是联手为盟，还是永结同好？岳无不敢妄言。难怪不准我动公子兴，我这好姐姐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骆家庄的事，难道苏家真是罪魁？虽无真凭实据，但是确实是他们获益最大，他们不可避免。苏怀柔连夜离开南都，岂不更坐实了苏家的嫌疑？你错了，他这一招甚是高明。他自知苏家这场劫难不可避免，若与我直面对决的话，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2败俱伤。所以他选择身无分文，就这么一走了之。表面上看起来是把苏家交给了苏明玉，实则是交由我来处置。一方面，他早已看清了我扶持苏家的真实目的；而另一方面，他笃定我不可能亲手毁掉自己在南都重要的助力。以退为进，你惯用的伎俩。这一局是我输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前尘往事随他去吧。你变了，以前你执念很重，什么都放不下。今世不同往日，我现在有你了。
若真不是苏家所为，你还有其他线索吗？你最近太累了，好好睡觉吧。你不许动他，就算为阁中利益，公子香也必须活着。他云台之人凭什么干涉凌渊的利益？我倒是愿闻其详。原本我以为公子香只是为了调查文聪落难之事，于是我便接近他，并且暗中帮他追查线索，趁机斩除叶萧的爪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公子香来南都另有所图，他为报私仇，而我正好有法子，将矛头引向南宫放。你只需记住，绝对不许动他。为何这几日你总是心事重重？你何时能安定，我才能安心。快睡吧。你先别走，等我睡着了再走，好不好？好。府台大人日理万机，真是辛苦了。苏公子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小民确实有些私事，想问府台大人，这墙上挂的可是凤秋先生的《寒山拾得图》啊？苏公子识得此画？实不相瞒，小民有一故交，深爱凤秋先生的《寒山拾得图》，只是这苦苦寻找几年，才知这幅图在府台大人的家中藏着。他是不敢贸然问，这便托小民前来一问。你的那位朋友倒是颇有眼光嘛。是，此图笔法精绝，八面生异，真是当世珍品，值万金呢。我这身上刚好有1万两银票，想与府台大人定下这旷世之作。只不过我那位朋友不在南都，何年何日回来，也是无从得知。哎呀，也算是知音难求嘛。待他回来时，请到我府上做客。谢府台大人割爱。刚才确是私事，这还有一件公事，想请府台大人点拨个一二。若是那莫不凡的事，便不用再提了。小的出身会长，一想有所作为，也想替府台大人分忧。替本府分忧？是。这小民前几日听说，府台大人丢失库银10万两，这广汇庄上下搜出来，不过7万余两。这过几日就是南都供银与工部进京的日子，这剩余的实银还无处着落，想必府台大人亦是忧心呐。小民愿替府台大人补其剩余的实银。
只不过，这就算补齐了，也没法结案。莫不凡这个人口口声声说是唐啸陷害的，可是这个唐啸又迟迟不能面案对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如这样，本府这就派人去捉拿真凶，如此，莫不凡便能自证清白，唐啸他也不用到案了。届时你再把尸银补齐，这桩案子不就结了吗？那就谢府台大人成全。哎，人家说，就快到了，就快到了。花了多少啊？莫言，你说什么？把我从那个桑瓜手里捞出来，花了多少银子啊？哎呀，慢点，轻点啊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你倒是说呀，到底花了多少银子啊？3万5千两。3万3万5千两，你怎么不让他把我给杀了？莫爷定是疼昏了头，公子莫要见怪。此次广汇庄损失不小，这3万5千两先由苏家垫上。莫老板，咱们以半年为期，你慢慢偿还，不计利息。行吧。苏公子，有2件事劳烦一下。莫老板讲。这起义呢，待我谢过苏会长。这起案，把云香，把云香那小子给我叫过来。说，苏公子已经接任会长一职了。什么？莫老板，我回去便知会云公子，你还是好生休养。说，没事吧你？把这2人发生的事赶紧说给我听听。好，到了，你们这笑了一路啊，也不见有半点疲劳。走了，下去了，走吧。哎呦，来，哎呀。下来呀！叫大哥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到了咱自己的地方了，一会儿安顿好啊，我们前面吃大包子啊。叫大哥，我就下去。嘿，家宝，我只听天湖姐姐的。看来天湖姐姐可有人喜欢呢，是不是？臭小子，走。这与官府打交道，比跟那帮盗匪拼命还累。字斟句酌，还得琢磨他哪句话实，哪句话虚，还得想着如何不失了分寸，如何不恶心了自己。官场风气向来如此，想从他们手上救人，确实是很难。你这回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直到今天才知道，阿姐以前是多不容易。我与一个少知府打交道已经是筋疲力尽。阿姐以前为了家业兴荣，又要打点镇抚司、乐坊司，这上上下下多少衙门，大大小小多少官员，一个事也疏漏不得呀。明月啊，这次的变故，定会让你有点措手不及。可你自小耳濡目染了不少的经营之道，也知道该如何与官家打交道。你这次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不怕，我陪着你，我们慢慢来，好吗？
莫爷伤得如何？其实还好，就是这儿被打伤了，只能趴着。云公子，今日之事，我已向莫爷如实禀报，只是隐去了你本要劫狱的打算。此事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提。谢公子。我当初怎么与你说的，要低调行事？你呢，四处招惹麻烦。哎，行了，你别乱动了。我这点疼算什么？我这心才跟刀剜的似的。你跟唐啸斗得酣畅，我平白损失了10斤1两银子。莫爷啊，你这回是受苦了，但你我既同为门中效力。停！为门中效力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呢？啊，康桥去拿纸和笔来，我倒要门主看看，他把南都搅得天翻地覆，他是为了门中，还是为了他自己？快去啊！哎，莫爷，你消消气。我看事到如今，是时候将一切禀报给门主了。你又想干嘛？我已从苏怀柔那里得知了15年前浙东购地案的真相。据他说，当年给苏令和出谋划策的，正是凌渊之人。那苏家的大姐就是怕你报复他，随便找了个你招惹不起的冤大头罢了。或许是，或许不是。凌渊一向是以武生乱，可是近些年却频繁插手商界之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他们变了呢？甚至早在15年前，他们就已经变了呢。我们云台与凌渊明争暗斗上百年，若是他们当中真出了能人，开始模仿我们的行事手段，也不足为奇。若真如此，门中应当早有察觉才是啊。不错，这也正是我的疑惑之处。这事先按下，莫向门主禀报。莫爷，先是唐啸之死，后有府库劫银栽赃给您，这多半皆是由凌渊所为。对方已经公然挑衅了，争斗在所难免，何不先行筹备？你听我的，时机到了，我自然与你解释。我这小小的广惠庄，原来只管为门中传递线报，别的事儿我是不想管。可既然他们敢招惹我，动我的银子，行，他们有胆虎口拔牙，我必让他皮开肉绽。先生，是南都城叶舵主的急报。少主洗劫官府银库，栽赃云台，叶舵主恐局势失控，还望先生点拨。洗劫银库，栽赃云台。少主这招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真是越发老练。回，无妨。舵主，南宫先生回信。无妨，是说无需干涉少主。短短2字，说的是此等琐事莫要烦他，由我们自行处置。少主来的是南都，出了事情，自然是我失职。舵主，方才少主带着护卫出了西门，看2人背负行囊，应该是要出远门。看准了？看准了。走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渡江。每一箱都要清点清楚，出发时辰一刻不可耽误。
阴魂不散呢。少主为何不辞而别啊？属下若知您要走，定要为您设宴饯行才好。坐。官府就这么把莫不凡给放了？属下探得消息，是苏家出面求情，花了几万两银子将莫不凡从府衙里换了出来。不过莫不凡在里面也吃了不少苦头，少主也算是敲山震虎了。这苏家是南都首屈一指的商户，如今跟公子香走得如此近，看来这云台在南都也是扎稳了根基。这倒无妨，是无妨。南宫先生不正在布设全局吗？早晚收了他们。少主，当初阁主钦定，我等经江南商界。到了。叶舵主说这些甚是无趣。每逢8月，南都的贡银都会沿运河北上。你既然专门来为我饯行，不如看我们会猎一场如何？少主为何杀死贡银传令兵？叶舵主，你的南宫先生效仿云台之反招数实在难看。我们凌渊应该有凌渊的手段。我来给南宫先生一个惊喜，不必送了。撤！撤！舵主，还要跟吗？不必了，他不置我于死地，不会罢休的。大雾天，真的什么也看不清楚。每年贡银北上都是大雾天气。这南都的火牌已经传过来了，要熬。这也就这小孩，火牌是传了，可根本没人通报传几时出发呀。传令人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连船队的影子都看不见。怕什么呀？这太平盛世的。又不像当年闹海寇的时候。这河出来的船，夜里也不亮灯。哎，不对，这是运送贡银的官船。这个宅子啊，就是荒了很多年，你们可不要嫌弃。这院中格局稍作改动，做善堂再合适不过了。如此大宅子，就这么荒着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啊！金大哥就会挤兑人，该谢谢苏公子才是。我发现这里有艾草，送你们一人一束。谢谢小伙子。我爹说可以驱蚊辟邪呢。大哥，你蹲下。哦。你要拿刀的，戴在手上方便。我来追你们，别跑！
金兄，我看这孩子与众不同啊，过去也是积善堂的。哎，抓住你了！哎，别跑！有一回我被仇家围攻，身受重伤，是他爹救了我。后来他爹出刀，这些年没有消息。家宝他去过好多善堂，这回能找到，多亏了你。咱俩兄弟不说这个。好，再来。好几年没见到他了，跟他爹长得一模一样。快跑！我金世良这辈子没服过谁，他爹是头一个。难怪，家宝瞪瞪眼睛，金大哥都吓一颤。感谢的话说不出，日后商会若有麻烦，需要我金世良的，尽管说。最好呀，不会再有什么事情，这样你省事儿，我们也省心。哇！大哥，今晚想吃啥？我想吃天虎姐姐蒸的肉包子。好哎，吃天虎姐姐做的肉包子。好说，回去咱们就做，都一起给我帮忙啊。看小朋友过来看看，我喜欢这个，喜欢这个呀。喜欢这个，这个也好看，都好看。我喜欢这个，喜欢的。我再要这个算便宜点。金兄，和你道上的朋友都说说吧，家里有遗孤的，无人照看，就都送过来。钱我们苏家出，这些年就先在这，等他们长大了，再想办法吧。我们还得找善良有耐心的人来负责日后的教养。只要对孩子好，都听你的。闪开！闪开！衙门提令！衙门提令！闪开！南督府会同江南政府衙门提令，就事闭关。闭关。估计事儿不小，真不让我们进。来喝点水。为何大白天就关城门啊？小二，哎，来了！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为何大白天的关城门啊？确切的呀，我也不知道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总之啊，这十里八乡全都是如此了。卯时开城，戌时关城，此为王法。这白日关城，总该有个由头吧？由头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要不，您听听，那边正在聊着。啊，就没有啊？半个月前丢了，找回来了，找回来了，又丢了，可真奇了怪了。哎，你们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是水鬼劫银呐！水鬼劫银？这水鬼啊，上回用五鬼搬山的障眼法劫走了官府的银库，得亏咱们邵大人请了方山道士用官印镇压，这才把这银子给劫了回来。那这回呢？这回还是水鬼把银子给劫了？嗨，据说有渔户半夜的时候看见了水鬼上船，把所有的官兵都给吃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太瘆人了吧！就是啊，还有这样。若真如此，那这回何不请回那方山道士，再把银子变回来即可？这么兴师动众的折腾，是怕那水鬼跑了，还是怕那道士遁形啊？嘿，你这姑娘，那不是水鬼所为，几万两的银子就不翼而飞了？对呀，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妖言惑众，他，还有他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没有。老实点。怎么着？出了如此重案，不张榜安民却无故抓人，是何道理？道理？老子我便是道理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都给我拿下！你干什么？大胆狂徒！你想造反吗？
像也是个官员。那位，在下柳公权，幸会。江南神捕，柳大人，幸会，幸会。镇南督府会同江南镇府衙门颁布之急令，小的我只是奉命行事。那位也不得干涉。叔，看来你的威望堪忧啊。那内卫不够，那我这郡主如何？敢对我拔刀，你这是脑袋不想要啦？郡主，都给我跪下！郡主，休得该死！冒犯了郡主您，休得该死！休得该死！该死！爷，您慢走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客官，请不了啊。这3天2头的费用，来爷，就没个静下的时候。官府严令，我们也没法子。嗨，您再来。只听说10万两贡银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盐曹100里之内所有郡县全部避世戒严。可知案发细节？此事消息纷乱繁杂，不可信。官府那边又守口如瓶。此案绝非寻常案件，亦不是寻常案犯。莫爷让我告诉公子，不要掉以轻心。